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期主题我们讲一讲人工智能对商业的改变。其实这个主题的视频我做2-3期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AI 是当下可见的历史性浪潮的机会，它可以与各行各业结合，比如我在2月14号视频中讲的医疗，还有高端精密制造，甚至是教育，未来都会与之相关。其实现在很多尚未面世的教育 AI 产品，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把高考数学压轴题十分细致的拆解，并且给你讲得十分清楚了。我也有投一些 AI 教育项目， AI 教育已经进行到 3.0 阶段了，而今天的网课其实多数连 AI 教育 1.0 的阶段的技术都还没有用到。对，所以我讲 AI 商业场景内容绝对能做的清新脱俗，跟那些妖艳营销号一点也不一样。那些营销号文章用的标题都是什么10大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这些文章总是得出个结论，你30岁会失业，但是又不给任何解决方法。对，就是你老板没事老转的那种文章，让你头顶上经常有一个 V 字，感觉自己会被送去沙特炼油。不得不让人感叹，这是社会。作为一个社畜，一边身体劳累，一边心理防御机制受摧残，看得我想怒吼一声，我不做人了。但是这1个多月，我敢说多数人肯定不是这样，部分人在此次疫情内没准还真已经把10年后的工作状态体验了一回了。虽然10年之后出现我们想象中的超级智能助手是不太可能的，但各种 AI 能够和非常多的细分行业结合，帮我们承担更多繁琐性工作是很容易做到的，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在线摸鱼的时间。那时大家也可以发展一下收集传说厨具，找人生菜单之类的爱好。而基于 AI 的投资决策可能要比个人要好得多，我也不需要再考虑那些事儿了。沙雕科技 UP 主甚至有可能成为我的主业。这期视频是和车企的一期合作视频，他们希望我能不能讲一讲 AI 自动驾驶以及中国首批自动驾驶汽车量产的意义。这个方向我肯定还是能讲一讲的。我觉得应该是喜忧参半吧，优的点我觉得还挺多的，比如人们要是不会开车了，左岸肯定又少了很多娱乐的素材，而且会不会意味着赛车番也没法拍了？赛车番没了，你告诉我以后这虾还怎么逮？包括外国商业片动不动就人骑摩托爆炸，人开跑车爆炸，人开运输车爆炸，假设道路都改成了 AI 驾驶路段，这种追车镜头不能拍了，那商业电影还不得全洗牌了？大家拼不了爆炸特技，就只能拼沙雕创意，简直是我这种5毛特效沙雕 UP 的春天啊！真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大家如果觉得有道理，请弹幕回一个 UP 李居福。从科研角度来说， AI 技术其实并不是非常前沿，比如数学的一些方向或者量子物理都要比人工智能要前沿的多，搞数学搞不下去做 AI 的其实很多。但是 AI 几乎是未来10到20年为数不多的能与非常多商业应用结合并立刻产生价值的方向，相对其他的科研方向来说要好转化的多。要想理解 AI 时代的创新机会，包括参与其中，首先要理解 AI 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比如在15年前，你越早理解互联网的本质，哪怕普通人也可以拥有非常多享受红利的机会。很多人都分享过自己的见解，所有见解中最精确最深刻的，我认为还是陆琪博士的。陆琪博士对 AI 在商业场景中应用的理解，大概率也是华人中最深刻的，传奇般的存在，我就不多介绍了，弹幕可以补充。下面一小段也是对他曾经在线下一次思想会内容的概括吧。当时我也在现场学习，那时候博士也还在 YC， 我尽量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让非专业的人理解 AI 的意义。你对此深度的理解一定会为你未来带来巨大的价值。要想理解 AI 如何帮助我们，首先要理解我们是如何感知世界的。我在1月29号视频里展示过，任何一个有智力的生命体和世界交互的方式都分为感知、思考、行动3个层面。人们会反复总结出经验与知识。人们旧的思维模式会认为知识的表达一定要借助人的语言，知识一定是基于人的。但我们要逐渐习惯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探索知识不见得是人的专有属性。AI 的底层是以分布式的重叠向量为基础，重叠的向量如果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任务，这个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知识。因为 AI 系统也可以类比出感知、思考、决策、行动3层。感知就是用传感器获得真实世界里的信息，思考就是对真实的世界通过可微分函数的自动学习特征表达，行动就很好理解了。所以 AI 技术的真正内核是一种获取知识，使用知识达到目标的通用能力。如果依旧不好理解，小朋友很多问号，老铁们只需要记住，虽然现在的 AI 看起来很憨皮，但是它的认知结构是与有智力的生命体一样的，慢慢迭代就好了。如果说互联网带来的最大变革是实现了现有知识的传播效率，解决了知识的不对称，那 AI 拥有的是快速创造知识的能力。只是 AI 的初期表现形态不是大家想象的全知全能型，而是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一个专家的感觉。因此有人会批判，现在做科研的发什么论文都要和 AI 交叉一下，蹭一下 AI 的热度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些场景大家不要把人工智能当一个学科，而是要当成一个工具。
具，是帮助各个领域的科研课题快速获取知识、取得突破的工具。智能驾驶未来的10年将会迎来巨大的资本的盛宴，因为现在的 TMP 红利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红利也出现拐点。你要是做风投，5年之内你根本找不出一个比智能驾驶还大、增长还快的赛道来投了。重要的是，这个赛道上大家的起跑线还都差不多，算是中国车企100年一遇的弯道超车机会。加上这次疫情，世界经济急需要新的动能，实现人车陆云与能源的高度协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芯片、激光雷达、摄像头、计算平台，再到电池、电机、电控上万个核心零部件，创新链每一环都可以诞生一批巨大体量的科技公司。这么说吧，一个企业垄断几个智能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这个公司的市值可能都不会比一个3线互联网公司低。那么智能驾驶什么时候会真正进入到我们生活呢？未来的汽车其实不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一个移动机器人。机器人技术中一条很基本的规则是，环境越简单，越容易预测环境的变化，构建一个让机器人在这种环境下执行任务的软件也就越简单。所以我们讨论自动驾驶要考虑的是真实的路况。你要是说超级广义的自动驾驶啊，联合收割机或者旅游景区里的无人观光车也算自动驾驶，但那些车不需要判断很多突发情况，也不需要对公路上人的行为做出预判。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开车时要判断行人点头、挥手，甚至是微笑的面部表情的，这种环节极其困难，所以我们要将自动驾驶分级，从 L0 到 L5 6个阶段，每升一级，系统承担的任务就多一些。目前很多商业公司都将在 L3 阶段落地产品，所以自动驾驶的升级不是一夜之间全部换成自动驾驶汽车，而是逐步渗透的，分车型、分路段，一点一点更新。未来会是一种类似于混合交通的状态，所以要想颠覆碰瓷呀，是逐步完成的。这次产业更新，中国制造在量产上依旧会有巨大的优势。工业界的人都知道，其实从拥有核心技术到量产这一阶段，很难只靠互联网公司实现。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也绝不再仅仅是人力成本上的优势啊！我举个例子，也是某基金常讲的一个例子。奥巴马曾问乔布斯为什么不愿意把苹果手机的制造从中国迁回美国，是不是人力成本的问题？乔布斯表示，确实不是因为成本，中国人力成本低一些，但不是核心的原因，主要是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能让近万名说同一种语言的程序员来高效的做支持工作，能让上万名软件工程师高效协同的只有中国。当然，这也是未来东南亚很难靠简单的人力成本降低来获得优势的原因啊。量产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一定要获得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未来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但现在外国的车企很难将自动驾驶汽车快速在中国上路，经常要被有关部门约谈。所以在数据的积累与迭代上，国内的车企可以持续的形成新壁垒。长安汽车经过了10多年的研发，实现了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量产，在智能化上也与华为、腾讯、百度、恩智浦、博世等企业持续的展开深度合作。在3月10号也是经成均市政府批准，完成23公里的多种复杂路况的挑战。所以只要相关法律继续完善，中国汽车将真正从驾驶辅助进入到自动驾驶的新时代。其实如果当下只看互联网行业的模式创新，中国模式已经是世界领先了。尤其在这次疫情的背景下，中国凭借世界第一的物流效率、移动以及线上支付的高效、云存储以及云分发的能力等等，既实现了快速控制疫情，也最大程度的使我们的经济相较别的国家受到了更小的影响。实际当下我们在 AI 上的布局比30年前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布局要多得多，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智能驾驶的新赛道将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必争的一环，国内的车企也必将诞生一大批世界级的公司。